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人民银行大水漫灌，楼市股市炒翻天啊。那么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过去一段时间这个楼市股市的情况啊，这个情况我其实一直想做啊，但是因为相对比较零碎，我们又不是跟得很贴，所以呢，我们大概会一段时间总结一次，一段时间总结一次。那么我今天就是做一个这样的总结。那么这个总结呢是结论性的啊，就我不会具体的去评价某一些股票啊，所以大家也不要问我，因为如果我跟大家评论这些股票的情况，我需要考牌啊，所以这个不可以做，我只能做跟大家进行总结分析啊，这个可以啊，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那么也说一嘴啊，说一嘴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 YouTube 啊 ，YouTube 改了一些算法。YouTube 改了算法之后呢，实际上呢，就是它会让相关的内容更多的重复在这些你感兴趣的内容当中去啊。那么比如说你在看健身的视频，然后它就会推荐很多健身视频给你。这种效果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在跟随大家跟随新闻，所有的新闻都在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话，那我的流量会比较高一点啊，因为会被推荐，容易被推荐。如果我只做我认为我跟大家不一样的内容，我认为大家在说这个我不必再说，我去说一些我认为很重要的内容或者是独特的内容，那么这个流量就会减少啊。为什么？因为你就没有相同的内容，你就没办法被推荐啊。这是一个 YouTube 算法的改变啊。那么我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上一期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留意啊？我们上一期关于这个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的流量并不高啊。虽然很多网友问我这件事情啊，但是我们当然最终我会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我认为是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因为整个的中文的 YouTube 谈论这个数字货币这件事情的内容很少，所以我很少被推荐，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流量是不高的。那对我来说，我就面临一个选择，什么选择？我是随大流呢？随大流我是有好处的啊，因为我们还是有20多万的订阅，我是会被推荐啊，我推荐的可能性会更多。但是如果我随大流的话，我会失去我们自己的特点啊，而且会掩埋我们自己的优势啊，这我不愿意，我并不愿意啊。那么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做自己啊，做自己认为独特的内容。但是这有付出代价，因为我们的流量就会下降啊。所以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题目的原因就是，我还是想走这条路啊，就是我们还会做很多其他中文 YouTube 不做的内容。这个内容呢，会流量不是很高，但是我还是会坚持做。那么坚持做的有一个，我就需要大家支持我。怎么支持我？2点。第一，大家还要给我疯狂点赞啊，疯狂点赞，多一点点赞，那么我会被推荐的机会稍微会增加一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请大家手动转发。你看大家下面有一个这个箭头啊，这个箭头是什么？这个箭头就是转发箭头。那么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去转发，就是用我们网友的力量帮助我把内容推荐出去。推荐到哪里呢？推荐的 YouTube 也好，推荐到这个，其实我们有很多很有分量的 YouTuber 在我们的网友当中啊，请你也帮我转发啊，转发到 YouTube 上面去，转发到推特上面去，转发到脸书上面去。
转发给你的亲友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让我们独特的内容能够跑出来，就是我们不会因为被做独特的内容而被惩罚啊，所以我们不能指望，因为平台它的算法它只能有一个算法，它不能有很多算法。那么这个算法一改变，实际上呢，很多大家有没有留意啊？最近一段时间，除了因为我搬家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啊，造成了我们的流量下跌啊。这个因素就是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个它的算法的改变有关系。它算法改变之后，我们的流量是明显下降。只要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内容跟其他的中文 YouTube 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的流量是在下跌。我们流量下跌了多少？40%左右，40%左右。所以流量下跌还是蛮明显的。所以我需要大家支持我啊，支持我，就是我们还是要坚持走独特的内容，不随大流。主流新闻、主要的新闻我们一定会做，因为我们一天有2期啊。那么，但是同时我们还是要做我认为更重要的新闻，这就是反映我们专业的能力和专业的看法，好吧？我们这个话一下讲长了啊。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的新闻啊。人民银行大水漫灌啊，然后股市楼市炒翻天啊。炒翻天有2个依据啊，第一个依据就是股市最近疯涨，特别是这个星期啊，这个星期A 股放量大涨，连续5个交易日成交量都超过15000啊。股市有几个重要的指标，其中排第一的指标是什么？排第一的指标就是成交量，成交量上来才能证明一切，没有成交量的所有的价格其实意义都不太大，大家记住这一点啊。那么成交量已经突破了15000啊，连续5个交易日啊，这个所以上证指数突破3450点。创下2018年2月以来的新高，然后创业板连续7个7连阳，创下4年来的新高啊，创下4年。那么到了星期五啊，由于受这个社保减持人保的一些这样的利空消息，上证指数和深成指有所回落。那么总的来说啊，过去1周股市狂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楼市点火升温啊，没有楼市不可能像股市那样狂飙啊，楼市需要更长的时间。楼市跟股市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啊？股市是个频繁交易的资产，或者是我们叫这个交易非常频繁，这个变现能力很强的资产。那么楼市呢？楼市就是它不是频繁交易啊，然后它变现能力没有那么强，它交易需要一个时间啊，通常一个交易都会超过3个月的时间，所以楼市它的我们叫交易量没那么大啊，就是交易频度没那么高啊。那么最近呢，1、2线城市的房价持续上涨，那么涨幅最突出的还是那个城市啊，哪个城市？深圳啊。中指研究院6月份的指数，全国100个城市房屋指数，那么6月份深圳二手住宅环比上升 1.48%， 同比上升 14.55%。这个数据不一定特别准，但是不管准不准，大家可以看到同比是涨了将近 15% 的，那是一个蛮大的涨幅啊。深圳的房价已经很高的了。那么从官方的数据来看，上半年深圳一手房、二手房网签成交量是6.07万套啊，那么同比上升了 24.34%。同样的道理，房价也是一样，房价如果没有成交量，那个房价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大量成交，房价才有意义。那么
房屋成交量上升24%，这明显是在升温啊，明显在升温。那么深圳楼市上涨行情，这个信贷这一块其实跟什么有关系？跟钱有关系啊。那么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这个小微贷跑到楼市里面去了，所以呢，4月份呢，这个银保监会和深圳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召集各个银行的一把手开会啊，打招呼。小微贷和经营贷不得入市，跟大家打招呼，千万不要这么干，干了以后后果很严重。那么银行自己自查，应该就这个情况应该是有所收敛啊，这是一块。但是呢，你可以看当局的做法非常小心啊，他很低调，开这个会也好，也不报道，也不说。大概就是反正就是闭门开个会打招呼啊，别干这种事情啊。什么意思？就是不想有太大的影响，其实还是不想影响市场氛围啊，氛围。那么还有一个现在很红火的是一个是杭州、东莞、宁波啊，这几个城市一直就很红火，去年以来啊。那么，然后这个去年以来一直红火的这3个城市呢，就迎来了新一轮楼市政策调整收紧啊。那么7月6号，宁波发布稳楼市10条新政，内容包括扩大限购范围、加大土地供应、强化金融政策监管。那么6月份，这个宁波新建住宅指数涨幅6月份全国第一。涨了 1.33%， 环比涨了 1.33%啊。好，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我不具体的展开讲股市也好，楼市也好，到底怎么个涨法呢？如果要展开讲的话，那就很长了。我大概的概括的说，从目前情况来看，股市也好，楼市也好，基本上都在点火升温啊。股市已经狂飙起来了，股市已经飙起来了啊。那么楼市呢，就是领先的那几个城市已经点火升温啊，其他会跟上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股市、楼市背后的推手就是人民银行啊，人民银行。那么上半年货币政策虽然政府讲这个叫合理充裕啊，只是讲合理充裕，但是其实从数据上来看，人民银行是大水漫灌啊，大水漫灌。那么人民银行把货币工具除了减息以外，所有的工具都用上了，降准、再贷款，只说不做，放水啊。人民银行也好，现在的政府的这个政策部门也好，他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恶劣的做法，就是什么？就是不告诉你。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经常讲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资金啊，就是保持资金，只有资金才有市场，没有资金就没有市场。最重要的是资金，但是维持一个市场正常运行，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信息啊。信息是什么？信息是，就是说市场信息的公开透明。市场经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什么前提？就是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是理性的和这个追求他的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说，市场参与者全部都是理性的，然后他是追求他的市场主体利益最大化。这是保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这个条件通常不讲，为什么？因为必须有的，任何一个市场都必须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一看哟，这个市场供大于求，我撤了啊，我就不去不进入这个市场。我一看这个市场需求没办法满足，或者是现在的市场主体做的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我就投资这个产品，我就进入市场。它一定要公开透明啊，公开透明你才能做理性的判断，
然后做符合自己利益的行为。那在参与这个市场的所有人都这么做的时候，这个市场的效率会逐步的提高，这是市场经济非常重要的前提。你比如说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啊，它首先必须是什么？必须是一个信息中心，它必须信息非常的灵通，它才能做金融中心。如果你信息不灵通，那边打仗了你还不知道，那边欠收了你也不知道，你怎么去炒期货？炒不了期货，死定了。所以信息流通非常重要。信息流通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媒体。媒体活好了，信息就充分流通。香港如果现在开始，就说现在开始收买这些媒体，那些媒体开始胡说八道，这媒体开始没办法正常的行使什么呢？行使它媒体的职能。那这个金融市场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信息不流通，没那么流通，或者信息不灵，这个金融中心就完蛋了，因为你获得信息的渠道就会有问题，因为媒体出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啊，不是那么简单，它一砖一瓦建了几百年才建到今天这个样子。我现在讲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中国政府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呢我们讲走回头路，其中有一条是什么？就是人民银行也好，发改委也好，这个财政部也好，他们现在是说一套做一套，不告诉你。特别是人民银行，人民银行最恶劣。人民银行是怎么说的？6月18号，这个陆家嘴论坛12届陆家嘴论坛开幕啊，然后这个刘鹤没去，但是他有个书面发言，一行三会全去了啊。那么刘鹤在他的书面发言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他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就是现在的货币政策的陈述啊。他说我们实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首先是稳健的货币政策。那么稳健的货币政策什么概念呢？就是稍微有点松，但不是特别松，就是稳健啊。那么积极的货币政策是什么呢？就是比较松，就是人民银行其实是有一套货币政策陈述的这个习惯称谓的啊，比如说稳健的货币政策，比如说积极的货币政策，比如说这个相对就是说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就要收回来的了啊。那么你现在讲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那你应该是比较就是有点松，但不是特别松啊，但是呢，他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灵活是什么意思？就是往上调就会很灵活，干着实际情况来不断的调整。那其实都是废话。为什么？货币政策本来就是要不断的调整的。哪个中央银行说我一个货币政策定下来我就不动的了？不会的，你是根据市场需要增加减少。人民银行也好，任何一个中央银行每天都是非常忙的，因为他还要观察市场的需要，放货币出去的啊。所以就更加灵活适度其实是废话啊，其实是废话。但是你看，从数据来看，其实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这个陈述和他做的不对称。稳健的货币政策从人民银行一向的描述来说是相对松一点，但是不松的，不是松的货币政策。积极货币政策才是比较松的了啊，就比较进取的。那然后就说从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加强逆周期调节，坚持总量政策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全力支持做好6稳6保工作。这是刘鹤描述的货币政策。
这个货币政策总的来说就是较偏积极，但是呢又不是特积极啊，就是还是比较稳健，就是得把握住总量，但是这个局部呢这边多一点那边少一点，它会调节，大概是一个这个意思啊，大概这个意思。但是到了易纲这里呢，他这个讲法呢，这情况就有一点不一样了啊。什么不一样？就是他陈述易纲说我们怎么实现呢？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10次降准，释放流动性8万多亿元，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5%降到目前9%左右。法定准备金下降之后，商业银行可以自主的使用的钱相应增加了，货币乘数也上升了。现在货币乘数是多少？ 6.9， 通常是多少？ 6.6 到 6.5， 货币乘数增加，因为只要你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乘数就会上升啊。商业银行通过发放更多的贷款，形成货币扩张效应啊，那么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数啊。那么7月份啊，7月10号，这个人民银行公布了这个上半年的这个货币情况啊。它货币情况结果出来的数据呢，和这个刘鹤讲的那个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他是说的是什么？公布的数据，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是20万亿啊，20万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多少？6万亿。货币乘数是 6.9， 通常是6到 6.5。大家想一下，货币乘数是什么？货币乘数是很大的，是个很大的数啊。为什么？因为它是个系数啊。货币是一种现象，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货币是一种现象，就是说它会出现在这里，也会出现在这里。货币的数量取决于什么？取决于2个数字，一个是发行量，一个什么？一个是货币乘数。那么货币乘数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统计货币呢是1个月统计一次，1个月就把这1个月发生在所有地方的交易把它加在一起，就变成了货币，这就是结果啊，这就是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一个货币它出现了多少次。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手上1块钱，我今天用这1块钱买了一支笔啊，卖笔的那个人拿这1块钱买了个烧饼，然后这个是卖烧饼的人拿这1块钱呢买一桶水。这一天之内这个货币出现了几次？出现了3次。那么这3次实际上我们把这3个交易加在一起，交易额是多少？交易额是3块钱。其实钱只有1块钱，但是我们把交易加在一起是3块钱，它结果是怎么出来的？结果就是1乘以3， 1乘以3， 3是什么？货币乘数。1是什么？货币量。货币量乘以货币乘数就是你的整个货币的水平。所以这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货币的总量，就是货币数乘以货币乘数。货币乘数一增加，整个经济的这个货币现象就会放大好多。它现在是货币乘数是多少？ 6.9， 就增加了 0.9， 或者是 0.5 到 0.9。 然后它的这个社会融资总融资额增加了6万亿，20万亿，其中6万亿大家算一下是多少？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的货币乘数的上升，实际上它出现的效应是什么？就是大水漫灌，就是市场上的钱就非常的多。和刘鹤说的这个叫什么？稳健的货币政策一致吗？当然不一致，南辕北辙。以现有的货币供应的水平来看，它的货币政策已经是什么样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货币政策。
他已经采取的是积极的货币政策，根本不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原因是他知道他不能这么干，他不能这么干。为什么？我还是那句话，人民银行不能够放太多的水，放太多水的后果是什么？人民币汇率有问题。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会知道，就是现有的人民币汇率是有点靠不住的啊，它站在这个位置上是靠不住的。所以呢，人民银行他们出来讲它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他要考虑这个因素的，所以他不能讲他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如果他一说他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可能就会往下跑，往下掉，所以他不说。但是不说并不意味着他不干，这就是非常恶劣的地方。他嘴巴上讲我采取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手底下大水漫灌。但大水漫灌呢，实际上呢，你看这个货币供应量你就知道它在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股市跟楼市的疯涨，就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然后呢，他同时呢做了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宣示啊。人民银行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一直在喊一件事情，我们要支持实体经济。我们怎么支持实体经济？我们有个直达政策。什么叫直达政策？就是制定各种优惠政策给这个实体经济啊，又是贴现率、贴现优惠呀，又是这个贷款优惠啊，利率优惠，各种利率各种优惠政策，然后直达就是直接达到这个实体经济身上，套一个个套。就是你商业银行你不能够专款专用，所有的东西都专款专用，一条条块块全部管好，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叫直达政策落实到实体经济。他一直在喊，从去年的年底开始喊到现在，一直在喊这件人民银行，这其实就是一个政治表态，就是中央政府在喊说我们人民银行这个金融机构要支持实体经济，好，我来做这个。但显然这是一个非常胡扯的做法，这就是计划经济嘛。计划经济不就是这样吗？指定嘛，都是指定嘛，定向嘛。什么叫定向？就是往前面跑。我想我把水直接浇到我认为要浇的植物上，就这个意思。但是有用吗？没有用。为什么？资金就像水银泻地，你只要倒出去了，它就往那些收益率高的地方跑。你管都管不住，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啊。为什么？很简单，人民银行上半年大水漫灌，大水漫灌意味着什么？大水漫灌意味着商业银行有很多的钱，就是人民银行一放水，钱去到哪？人民银行它不会直接把水倒到市场上去的，不会的。人民银行只面对一样东西，商业银行。它大水漫灌，其实水一倒到哪里去？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就水，广东话叫哟呵，这什么情况？对不起啊，我来重新来一下，这国产设备还是有问题啊。OK， 抱歉。人民银行一大水漫灌，水跑哪里去了？全部跑到商业银行去了。商业银行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叫水浸，水浸，就是水多了。水多了呢，这是好事啊，那你就贷款出去呗，这不赚钱了吗？但是你得有项目给他贷呀。商业银行它有贷款规则的，这个级别的风险我不贷，这个级别风险我就贷啊。它有贷款准则的。经济情况好的时候，符合条件的企业就非常的多，那我就哗往外走，我就这个大家货银两讫，大家挺高兴，能挣钱。现在的情况是什么？银行贷不出去，为什么贷不出去？没有符合条件的企业。那银行账上这么多钱，它得付利息啊，那怎么办？那就想办法找一些符合能够让我挣钱，但是风险又没那么大的，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地方？股市楼市呗。股市楼市为什么会呢？
会这样呢？因为股市楼市渴求啊，回报率又高啊，于是就出现了什么？出现了楼市股市，钱就悄悄的绕过所有的规定，跑到那里面去了。为什么会绕过所有的规定？说给大家听。另外一条新闻，7月11号，银保监会说，中国银行业、保险业当前面临突出的风险和挑战，就是乱象反弹。什么叫乱象反弹？政府一说乱象，就是它就控制不了了，它控制不了就叫乱象啊，乱象。他说什么叫乱象呢？就是一些高风险的影子银行死灰复燃，有的以新的形式面目，卷土重来，企业住户部门的杠杆上升，资金违规流入房市股市，推高资产泡沫。然后银保监会是这么说，他说我们还会继续督促引导资金脱虚就实啊，虚就是资本市场，实就是实体经济啊，引导开展市场乱象整治啊，整治，打击这个资金空转和违规套利行为，这就是又是违反市场规律啊，违反市场规律，大概就是这样啊，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大家就明白2点啊，第一，我们当前看到的股市啊，股市狂飙，还有一个就是房地产市场点火升温的现象，是人民银行上半年大水漫灌的结果。人民银行大水漫灌的结果导致了这个资产的上升啊。那么人民银行它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大水漫灌啊，但是它却按照大水漫灌的操作去做了。为什么？因为它不能这么干，这么干的话会影响它的汇率。但是为什么它又这么干了呢？因为它建立了一套人民币汇率的操控系统工程。他把这个系统工程建完之后，他不怕了。他为什么？他控制住人民币汇率了，他觉得他控制得住，所以这一头呢，他就只干不说，那一头呢，把人民币汇率捏住。这就是中国政府的做法，就是中国政府几十年来都是这么干，都是这么干，他们做事情都是这么做的啊，都是这么做的。好，那我们说下半年啊，下半年的展望一下啊，展望下半年货币政策，易纲是这么说的啊，6月18号，他说，展望下半年，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将带动全年的人民币贷款新增20万亿，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超过30万亿啊。那么这个陈述是什么概念呢？还是大水漫灌，下半年还会大水漫灌啊。但是啊，这边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货币政策真的会这么持续的这么下去吗？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通胀。通胀呢，6月份的通胀呢，就统计局报出来的数字是 2.5。我上次呢，猪肉价格上涨的那期节目当中呢，我认为6月份的通货膨胀肯定要过 3.5。那么我看国家统计局的新的这个数据来看呢，它完全不提猪肉，不提猪肉呢就有问题啊。为什么？因为猪肉过去1个月的时间涨了非常的多。大家知道猪肉的价格其实对这个通胀，其实从去年以来到现在都是通货膨胀的核心因素。那么猪肉价格上涨，为什么对整体的这个物价没有形成影响？它整个的最新的国家统计局的分析报告里面连提都不提，提都不提，就是他不想提。不想提的原因是什么？因为 2.5 没有反映猪肉的价格，那所以 2.5 这个数字是不可靠的啊，不可靠。我认为6月份中国的通货膨胀肯定是超过 3.5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要讲这个？
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下半年能不能大水漫灌，会不会大水漫灌，取决于什么？取决于物价，取决于通胀。如果通胀再往上跑，人民银行是做不下去的，再大水漫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易纲讲的这个数据啊，应该是下半年的货币政策延续上半年的情况。上半年的情况已经是大水漫灌了，那下半年还能大水漫灌吗？我觉得是可能性比较小。为什么？第一，猪肉价格在上涨；第二，全国性的水灾，全国性的水灾一定会造成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一定有很大的刺激。所以这两头，7月份的数据肯定是往4以上跑，所以我不觉得下半年这个货币政策还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第二。第三，还要看整体经济啊，整体经济的水平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啊？我昨天在这个推特上面看见有个人转了一个王兴的这个微博吧，他这个其实是15年的啊，15年的一个微博，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最近好多朋友问我，前些年经济上行，股市惨跌，最近经济下行，股市暴涨，这是为什么？我试图用很多经济学原理来回答这个问题，也请教过很多经济学家，最后一个村长告诉我说，经济好的时候大家都出去打工，经济不好的时候才会聚集在村口赌博。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比喻。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有这种情况啊，疫情不好，大家在家炒股票，有没有可能有？但是我觉得我们当做一个笑话来说一下啊。总的来说，我认为下半年的风险非常大啊，风险非常大。这个股市也好，楼市也好，为什么？因为大水漫灌，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你现在看到的是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后面货币政策会不会调整？调整幅度是怎么样？不清楚，取决于通货膨胀啊。那么通货膨胀现在的情况，我认为7月份还会往上跑，但是需求很弱啊，市场需求很弱。那么到底会怎么走？不好把握。水灾一个这样的情况，有非常多的变量啊，所以我没办法做预测。我大概的跟大家做一下这方面的分析啊，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啊，有一点明确，就是下半年的风险非常的高，大家要小心。在楼市里的网友也好，在这个股市里的网友也好，都要非常的谨慎，不要光看见贼吃肉，还要看见贼挨揍，好吗 ？OK， 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请大家疯狂点赞，使劲点赞，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还是要坚持做我们自己的认为重要的节目啊，这是第一头。第二，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3点：情况、问题、观点，好吗 ？OK。好，明谢一下 ，Harry 张，谢谢 ，John Snow， 谢谢。鱼子，谢谢姥姥王，谢谢东野主人，谢谢姥姥王，谢谢啊！代表在线老友记 Vicky 曹，我们在这个园地里就是一家人，大家一起欢欢喜喜的耕耘，朝夕相伴。是的，我们慢慢的会把我们这种相处变成了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啊，我们会在很多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啊，甚至会有争吵啊，甚至会有人会骂人啊，
但是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就是我们能够在精神层面得到一些支持，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啊，比信息本身重要啊。OK， 观点：这几天连小区里的大妈都知道股市疯牛了，每到这个时候就是镰刀霍霍向韭菜了啊。观点：上海 A 股惯性就是大涨以后就是倒 V 了，真得大家去各国股看各国股市，德股、日经、美股、台股、港股，只有上海 A 股可以在15年内搞出2个大倒 V， 而且实际指数根本没有在动啊！我一说到股市，大家就这么很踊跃啊。观点：上海 A 股，我现在在看，到底真的拉得动吗？这个时候股市拉起来，汇率拉起来，原本套牢的股票或者资产会加速出脱，汇率也会要换的加紧的换，这么大的卖压要拉也不会像2015年那样了。提问：老师，这样放水会不会导致金融风险更高？会不会汇率会不会大跌？汇率不说，为什么？汇率现在被人民银行用我刚才讲的那个操控工程控制的，所以汇率实际上它的市场因素越来越小啊，所以我们没办法太预测汇率的情况啊。那么金融风险是不是更高了？非常正确。我刚才就是没说啊，金融风险在这个时候是非常聚集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金融风险飙升的时候，所以大家要小心。为什么要大家小心的原因就在这里啊。提问：最近人民币汇率都在7以内，是不是存在配合去年偷偷入市的外资获利出 CCP？ 他不会配合他吗？配合他跑，配合他跑不掉啊，这个位置跑不合算呢。这个位置跑的话，人民银行不是亏了吗？你说呢？提问：请问王先生，这次的资产价格大涨会不会导致国际炒家大赚一笔后，然后掏空中共资本市场？没有资本市场是个流动性的过程啊，不存在一个结果，结果只是你了结之后你会有个结果。那么大家要知道，如果你参与一个市场，你不会了结啊，了结的话我就走了，我不了结，我实际上买卖，大家都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啊。所以所谓的掏空就是要了结。我现在还看不到这些跑到中国市场上来的这些资金会跑掉啊。原因是什么？原因2个。第一个，中美之间的利差啊还是比较大的，套利资金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我们以人民币不贬值为前提啊，那么这些钱跑到中国来，基本上是无风险获利。那么特别是对那些手上握着几百亿美元的这些基金来说，跑到一个市场无风险获利，你为什么不干？对吗？你如果是基金经理，天天挠头，我要5%、3%回报，怎么实现？手上握着一大把的钱，那肯定拿一小部分放到那里，无风险获利有什么不好？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啊，是我目前看不到。所以为什么人民币汇率不能动，就是不能掉的原因，就是他想让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撑住人民币，他就越是要撑住，他越不能掉。世界上资本市场的事情就是这样，你越掉资金越跑，你越涨资金越进，就是这样，永远是这样啊。所以大概我觉得现在还是他们进来的时候啊，还是进来的时候。问题，请问王老师，美元现在同样是放水，捡世界羊毛，跟人民币放水有什么不同？我感觉天下乌鸦一般黑。
你们还是看这个《货币战争》这本书被洗脑了啊。这个一放水就是剪羊毛吗？放水不是剪羊毛，剪羊毛是什么？剪羊毛是要了结才会剪羊毛，你不了结是没办法剪羊毛的。美元放水跟人民币放水有什么不同？没什么不同，就是增加市场的货币供应。增加市场货币供应有很多后果啊，那么也有很多原因啊。对于美联储来说，美联储放水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解决金融市场的问题。金融市场不是美国的金融市场，是全世界金融市场的问题啊。美联储有这样的责任去维持全球金融市场的需求，所以它放水啊。因为什么？当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所有的金融市场都需要美元。当所有的金融市场都需要美元的时候，美联储不增加货币供应的话，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为什么美元是霸主？霸主是有霸主的利益，也有霸主的责任啊。人民银行放水和美联储放水的原因是不同的啊，行为是一样的，就增加货币供应，但是原因是不同的。当然美国其中有一部分美联储原因跟人民银行是一样，就经济疲弱刺激经济，这个部分是一样的。但美联储的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个原因啊。观点就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客观的去分析经济现象，不喊口号为好，好吗？观点，目前股市和楼市的表面红火有很强的人为因素。一，当然是货币供应量 M2 增加；二是目前政府对股票要营造经济稳定发展的奖项。楼市则是实际上是由新房和二手房价格的人为价差导致。作为存量市场的主体，二手市场有价无市，处于下降通道中。三，不排除吸引外资美元进入股市来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意图。最后一个原因是可能发生的美国对中国金融制裁提前做准备。不错，这个分析已经很有水平了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人民银行大水漫灌导致股市楼市炒上天的持续性？持续性就看下半年啊，下半年货币政策到底怎么样变？下半年货币政策的变取决于什么？取决于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经济形势，第二个因素取决于这个物价或者通货膨胀。但如果通货膨胀很猛烈，人民银行没有办法持续现有的货币政策。如果不能持续的大水漫灌，楼市股市的上涨就没有可持续性啊。情况，最近各个银行爆炸性的电话轰炸，问我需不需要低息贷款，年利率最低只要 3%， 大部分是商业银行，甚至大半是不需要抵押贷款。我反问，为什么你们总是想把贷款贷给不需要贷款的人？为何不找那些快要死的中小企业呢？对方默然。这反映3件事。第一个，银行真的水尽。什么叫水尽？就是水淹了啊，水位很高，就是银行资金很多啊，银行资金很多，他一定要赶紧贷出去啊。为什么？因为你不贷出去那就是成本，贷出去就是业务，就是挣钱，这是第一个啊。我刚才讲的人民银行大水漫灌，实际上水跑到哪里去？跑到商业银行去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为什么不找那些快死的中小型银行呢？那些快死的中小银行不符合他们贷款的原则，因为他们的风险系数太高，他们回收贷款的能力，这个项目有问题，所以他没办法贷给他。它是一个商业行为，跟他默然没关系啊，这是他的商业银行必须这么干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
利息低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要把你引上，要让你感兴趣，所以他必须报一个比较低的利率啊，然后等你真的感兴趣的时候，利率一定不是3%啊，一定不是3%。这通常的，这是一个销售手法。提问：王先生好，我去年从银行贷款的低利率贷款，今年到期，我还进去了，然后贷不出来了，我还进去了，然后贷不出来了，简直要命，逼着我去贷高利率的民间贷款，不然韭菜就没得割了，直接连根拔起。请问银行这是回笼资金不放款了吗？小微企业太难了。不是啊，不是这样的。银行现在很有钱，很多钱，他只是觉得贷给你风险太大，所以他就不贷给你了。跟银行回笼资金没关系，他只是通过他的经验认为贷给你的风险太大，就不贷给你了，就是这个啊。所以你只好去贷这个高利率的民间贷款。所以我讲所谓的直通，那不都是骗人的吗？是吧？直通个鬼啊！观点：现在的股市让我想起2015年的大牛市，现在股票上涨就是为了那些有钱人没地方投的人，把他们吸引进来，然后全部斩杀，无根之水。中国股市我是不信的，断崖式的清洗只是时间问题。观点：外资在19年就进入了，买了1年多，其实现在 A 股科技版已经涨了2-3倍，这一波拉股只是配合外资出货，为什么要配合外资出货？我不觉得啊。你说证监会配合外资出货，为什么要配合他们出货？除非他们自己拉起来自己出货，那有可能。你说这个国内的资金配合外资出货，我不相信啊，这个不对啊，这个不 make sense 嘛？你说是不是啊？外资也是，你以为外资不是韭菜？外资更是韭菜好吗？粗一点的韭菜而已啊。观点：上海股市2000年就已经2000点，20年来就在2000到3000点之间转，期间到过6000点。2007年，这应该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股市。土地是国家的，开发商是国企，银行也是国家的，房价怎么能跌？房价要跌的时候，你挡也挡不住啊，是吗？你说呢？就是国家的又怎么样，对吗？观点：乱世不要太贪心，未来太多不确定性，留有现金储备粮食。大陆水灾，农产品受损，瘟疫还在世界横行，香港又爆发第3波，本地疫情还找不到源头。非常正确的提醒，我还是提醒那句，千万要小心啊，千万要小心。那我还是那句话，我就不帮大家，就没办法帮助大家挣钱啊？为什么？因为我不是理财顾问，我也不是投资顾问啊。选一只股票，大家买这只股票能挣钱，然后大家买了挣了钱，我不是做这个工作的，我的工作是另外一个工作，就是瞭望员，任务是瞭望员，我不能帮大家挣钱，但是我可以提醒大家，前面有风险，拐弯吧，再不就撞山上了。就是我的任务是提醒大家保命，好吧？观点：借王老师的平台给 A 股投资者喊个话。常言说熊市不亏钱，疯牛活埋人，成交量暴涨，指数大涨，开户踩踏，散户跑步进场，上到99，下到刚会走，全在看涨股市。这是个完美的韭菜局，散户这回可能会被连根拔起，涨得越狠，散户受伤越狠。非常好啊，请大家留意一下情况。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全民短视频直播，住宅房价上涨，但商业楼盘持续倒闭，转让都是背地里进行，
许家印的恒大集团近日把全国数百个城市的商业楼盘都抛掉了。情况报告，王老师，我的朋友这几天全部满仓，我给他们苦口婆心的说王老师的观点，这些朋友还是愉快的去当韭菜了，都说中国的故事要牛逼，我毫无办法。你尽了责任，你尽了一个朋友的这种情谊就可以了啊。情况，11月份开始，政府将取消在境外连续居住超过9个月的中国居民的户籍。这什么时候开始的？超过9个月，为什么？户籍法没有这样的规定啊？有这样的规定吗？这个要关注一下。那网友大概如果能搜一下，现在搜一下户籍法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好吗？情况和提问：西非疫情严重，无医疗条件可言，国企员工都被要求不准回国。如果连续海外居住9个月取消户籍，那一带一路国企和企业劳工怎么算？大多数满12个月才能回国一次，很多老板要求干满2年才能回去一次。那就不是，这个开始是什么情况？你户籍法没有这样的规定吧？这个要查，这个要查。提问：政府这么多年都是这么做的，这边放水，那边控制汇率，那么这不是违反经济规律吗？中共一直在违反经济规律，你没发现吗？然后就用很多行政措施把违反经济规律的后果摁住，然后那边又起了包。中国的问题大部分是这些问题，中国的问题都是这些问题啊。情况：2020年7月10日，中国快舟11号运载火箭首飞升空爆炸，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附近坠毁。是看到了。情况观点补充：现在中国的 consumer credit GDP 达 55.8， 除以 GDP 达到 55.8。法拍房在淘宝的数据是3年前的128倍。根据 Saviors 的统计数据，深圳的写字楼空置率历史新高。对不起，但这些正常的市场经济指标在计划经济是不通的。提醒大家，幕后搞手就是希望用极端手段蒙混过去。反正现在呢，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这个临界状态啊。政府为了解决他现在面临的很多经济中的很多环节的问题，他做了一些很极端的手段，当然其中包括人民银行的大水漫灌，包括去刺激股市啊。其实股市现在的疯涨啊，这一周的疯涨是政府刻意安排的这件事情啊。政府为什么安排这件事情？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叫财富效应啊，就是说把股市弄上去之后呢，然后就能够形成一个财富效应，帮助刺激内需啊，这算是一种刺激内需的手段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也是希望形成一种改善一下国内的这个氛围和信心的问题啊，然后能够跨过现在的困难。但是这些极端的措施其实风险都是非常的大啊，叫饮鸩止渴，非常准确，就是饮鸩止渴。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就因为这些风险高的这些政策呢，它带来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这个时候越要小心啊！观点：台北住8年没有淹过水，下水道做得很好。中国治水70年，年年治水，年年淹，如何治水？设立问责制，老百姓淹水损失政府赔偿，给地方
赔个5年，你看他要不要用心做，不要当个被割的韭菜，淹水了还要自己赔，太没道理，怎么会进步？再治50年还是淹。把这个问题往上追，继续追下去就是政治，就是其实你往后看水的问题啊，淹水的问题，淹水是天灾啊，治水是人祸，所以天灾最后追上去还是人祸，人祸追上去就是政治啊。所以我经常讲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就是对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没有民主，饭都没得吃啊。情况说降水，这次水灾广州增城一天就200到300毫米，就整个淹掉。老实说，这种降雨在台湾根本是日常。飓风来500到600毫米一天是基本盘。王老师想继续一下昨天的话，关税一直都有，并不是川普独有的。我们来打个比方，中美对决实际上是2个国家在下象棋，不过中共下的是中国象棋，美国下的是国际象棋。虽然在一个棋盘上，但川普根本猜不透中共下一步棋，所以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中共的想法做法对西方文明社会来说是无法理解的。比如说中共强推国安法，那为什么中共可以知道川普的棋呢？川普不是有责任了解中国象棋吗？你养那么多人干什么？你那些幕僚是干什么的？你那些情报机构，你那些智库是干什么的？这些机构都是来干什么？了解对方，了解中国象棋是怎么回事的。所以，我是觉得美国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什么？3件事，还是那3件事。第一，搞清楚自己的意愿，你到底想干嘛？这是第一个，形成共识。美国这是第一要做的事情。第二要做的事情，了解你的对手。你的对手是中共的话，那你就要了解中共，搞清楚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动物，还是植物，还是什么个物体，你要搞清楚它啊。然后第3个，你一定要制定一个战略，就这3件事情。其他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不谈，先把这3件事情搞定了，我们才能成事。这3件事情没搞清楚的话，你成不了事啊。观点：中国就是放大了的大邱庄和华西村，虽然难逃最终崩溃的结果，但如果他们在正信心满满的做着发财梦的时候，应用外力把他们打回原形，他们恐怕也会和你拼命。美国就算今天解体中共，旧的梦碎了，新的梦还没做出来，结果假如有几亿人到处找人拼命也不好玩，恐怕只有像大邱庄、华西村那样玩不下去了，他们才会回头。中国人大部分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别撞了都没有用，必须自己撞一次。观点：王先生应该把流量这样的讨论放到互动前比较好。一个好处是那个时候观看的人比较多，二是节目的独立性强，这一点更重要，听众很快进入角色并吸引住，特别是对于第一次来听节目的人，不会因为无关的话题而失去兴趣而离开。比如中共的作恶，左派的伪善那一集振聋发聩，但前5分钟很容易让人失去兴趣。如果把我前5分钟砍掉，第一次观看的人很快会被吸引。谢谢你的提醒啊！我今天为什么会放在前面讲？其实我在等人啊，我想因为我们稍微早了一点，那么有些网友还没回来，所以我就在前面说啊。我知道，我理解你的意思，我会小心注意的啊，谢谢。明谢啊，传百，谢谢 Stephen 杨，谢谢提问。王生知道台湾前央行总裁彭淮南吗？他的理念，央行最重要的是稳定物价，所以台湾几乎很少放水，你怎么看？这不是彭淮南的理念啊，这是所有央行的核心工作。任何一个中央银行，它的任务，第一个任务不是稳定物价，是稳定币值。
币值是什么？币值其实就是物价。从这头从商品的角度来看就是物价，从货币的角度来看就是币值。币值就是我的购买力，货币的购买力，稳定货币的购买力就是稳定物价。所以所有中央银行的排第一位的任务就是稳定币值，也就是控制通胀，也就是稳定物价。这不是彭淮南的理念，这是所有中央银行行长的理念啊。但是中央银行除了稳定币值之外，它还有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持经济的一个正常运行。货币是经济的血液啊，货币是调控经济的一个最核心的工具啊，排第一的工具。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中央银行行长他有调控经济的责任。所以呢，有的时候呢，经济疲弱的时候放点水，经济过热的时候收紧一下，这中央银行行长就有这样的责任做这件事情。所以第一个责任是稳定币值，第二个就是稳定经济啊。兼听则明，谢谢归人111，谢谢打卡英国归人111，谢谢打卡。今天我已经把所有的 A 股基金全部都卖清了，之前2000点买入的，只要一周开盘不跌啊，只要周一开盘不要跌太惨 ，OK。归人111现在已经开始跌了，并不看好，准备跑了。OK， 谢谢你。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